其实毛笔跟宣纸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媒材，我从10岁开始就一直不间断的学习书法，所以毛笔、宣纸来说，对我跟使用铅笔、圆珠笔是差不多的，蛮坚定的相信我自己是很适合，而且天生就是适合拿毛笔来创作的。其实我非常喜欢养宠物，那可能大部分的观众会问我说：“姿婷，你兔子画得这么好，你是不是有养兔子？”答案是没有。通常我会跟他们说，如果我今天画老虎的话，难道我要养老虎吗？在我的观察来看，大部分的小型哺乳类动物，它们的体型、毛发跟肌肉运动的方式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在我自己的猫猫狗狗身上，我很容易的可以捕捉一些类似于兔子的动态，还有它们的毛发的光泽跟走向。关于兔子，当初是我一个大学的同学，因为那时候我下定决心要辞掉所有老师的工作，那专心创作的时候，有一段时期其实没有工作是会非常惶恐的。那时候他就邀请我到他家做客，那他跟我说他儿子是属兔兔的，问他可不可以帮他儿子画一张画。于是我就帮他画了我的人生第一张兔子的作品，就是踏雪。那踏雪这件作品在2013年的年初完成之后呢，他把它分享给他的朋友圈里面看。那他的朋友圈里面大部分都是跟他一样，就是贵妇或者是名媛。那他们都觉得说，兔子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还蛮吉祥的好预兆，因为兔子代表着很会生产所以对传宗接代有期望的这一些富豪太太们，当然就是很希望家里能够有这样子的吉祥物，可以让他们家族兴旺一点点。那于是我就开始了以兔子为主题的创作，后来也加入了一些其他的背景素材，像是草莓，因为草莓多籽。初期的作品里面，我的兔子大部分是跟草莓在一起，以草莓作为背景。那慢慢的也加入了一些其他的花卉，这时候的兔子就开始有一点点其他的想法了，因为我觉得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吉祥物。那兔子是群居的动物，那就会让我联想到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们。渐渐的，这个兔子在我心里面就不只是一个祝福的象征，友谊或者是亲情、爱情等等情感，人与人之间情感桥梁的一个象征。当然这个兔子也就跟着变得拟人化起来了。那目前画兔子已经进入到了第11年了。那我觉得在兔子这一块，我差不多快要讲完我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会慢慢把焦点转移到其他的小动物上面，甚至是花卉，也许也有可能回到我最喜欢的，它就还是人物画，再回到20年前的自己，那时候就是勇敢的去挑战。我其实一直以来大部分就是顺心而画，我想要画什么我就画什么。我今天开心画兔子，我就会把 focus 都放在兔子上。我认为目前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画不出来的东西，所以只要我想，我几乎都很想尝试任何题材，就是我不想为自己设限，只要有兴趣我都会想要把它纳入我的创作的范围里面。